Hello，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大正法师哈。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下这个有个德国之声采访邵兰的一个这个专访的这个节目啊。看完之后呢，我其实蛮激动啊。昨天晚上呢，我打开这个手机啊，看到了有这么一个这个叫做节目啊，然后呢，朋友拼命的推荐说这个很好看，然后呢我就看了一下。一开始我也想着，反正香港问题嘛，大家讨论来讨论去也就那三板斧，应该没什么区别啊。但是仔细一看呢，哇，这个节目真是看得我本来呢想睡着了，然后突然看得精神哈，觉得这个真的是有些这个感想啊，不吐不快啊，非要讲一下。这个采访呢，让我有几点觉得它好的地方在哪里呢？首先呢，就是双方的论点呢讲的都比较清楚哈，相比陈百祥和杜文泽的那个讨论来讲，而这次呢，虽然说这个德国方的这个记者呢对这个叫做邵兰哈进行了一些这个打断哈，但是呢，他这个打断呢，我个人判断呢，都是觉得邵兰呢已经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了，就这些口水话来搪塞过去的时候呢，他做了个打断，就是你不要再讲废话了，我们就直接把该核心最核心的那些地方给他讲完哈，所以呢，可见这个记者非常的老道哈，在这个节奏的把控上呢非常的到位哈，同时呢也给了这个邵兰很多的机会把自己的这个观点呢完整的阐述出来，所以呢基本上来讲，就是香港这边勇武派和包括就是他们现在争取民主自由的这一个派别呢，他们所有的这个观念呢，其实呢都已经在这个采访当中呢给阐述了出来，但同时呢，这个德国记者比较辛辣的一点就是说，他能够把他这里面这几个最大的几个逻辑问题哈，最大的逻辑链的问题呢，把它给指出来。那么我今天个人总结呢，就是说这个德国记者有3个地方呢指出了最大的这个叫做自相矛盾、逻辑不能自洽的3个问题哈。那么第一个问题呢，他就说到了，就是你们说现在要反对一个超级集权的这个中国，当然是我们加个括号，是个想象的中国。然后呢，你们认为它最主要的集权方式呢，就是统一思想，然后呢不让别人有别的声音，然后呢相当暴力的对待意见分子哈。那么这个总结呢是没有问题的吧？那么邵兰这些呢都是对这个总结是非常非常赞成的，但是他同时又说话锋一转，你们说你们现在不割席，那么你们现在呢已经慢慢转为了诉诸暴力的一个组织，同时呢你们有完全的统一的思想，不允许你们当中有异己的思想，那么是不是代表你们和你反对的集权其实已经走到一起了呢？就是说你们反对的人最后你们变成了他。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邵兰是没有办法正面回答的。其实呢，我们在反对一个人的时候呢，往往是我们最有可能成为这个人的时候啊。德国尼采有一句话说过，你最尊重的人呢，一定拥有你所没有的东西。不尊重的人呢，基本上你们2个都有相似点哈。为什么你不尊重你的父母呢？其实就是因为你最像的就是你的父母哈。所以呢，国家政府你不尊重的同时呢，就说明你这个华人的那个基因、华人的文化思想、华人的那些行事行为，其实你和中国政府呢还是一模一样的哈。挥斥方遒，动不动就说，哎，我们国家总理什么，我们这个国家政府不归我管，就亏了是吧？我们这些雄才大略哈，愤青时代，什么东西我们都最厉害啊，就对政府和对父母呢都是这种态度哈。但是呢，我又想起朱自清的《背影》里面曾经写过一段，父亲在外面跟那个小贩这个什么讨价还价，还是说什么要好好照顾这个小孩，到时候怎么样？然后呢，他那个朱自清坐在车里面就在想，哎，你跟这些人干什么？讲这些干什么？他们就认个钱，你跟他们讲这些也没用哈。然后呢，他自己又写了一句，我当时真是太聪明了哈。所以呢，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确实都是太聪明了，我们总认为呢，我们能够建设一个比父辈更好的一个明天哈。他们香港这些年轻人的这个东西呢，我也能够理解，因为呢，香港已经很多年停滞不成长，然后呢，他们所希望呢，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没有希望的香港呢，能够可能在自由民主之下变得更加光明一点啊，这是我唯一能够认同的一点点的东西哈。但是呢，问题是他们以为自己的父辈给他们积累下来的这个香港是可以让他们随意挥霍的。他们的父辈呢，一方面呢要看着中国人的脸色哈，要帮中国人把这个资金转到国外去哈，然后要做这个进出口贸易，然后要做中国这个金融枢纽啊。一方面呢又得操着非常流利的英文，然后跟这些外国人打交道。对于香港而言，他们父辈呢真是两边都受气，一直都忍辱负重，终于把香港建设成一个世界上最自由、最民主，然后福利最好，然后呢这个叫做居民寿命最长，人民最幸福哈，就是因为人家都说这个预期寿命长就代表这个地方的人民比较幸福嘛，对吧？那么所以你想这些成就，他们都认为这些是他们应得的哈，好像是他们不用付任何努力就可以继承下来的。然后呢，他们还觉得自己可以建立一个更光明、更伟大的一个香港哈，就只要有了民主自由，好像就比以前过的生活更富裕哈，然后人民更幸福。结果呢，他们努力了半天，结果成为了他们心中最讨厌的那个集权政府。所以他讲到集权这里的这个逻辑自洽这个问题呢，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非常
高明，因为我在其他的这个辩论里面都没有听到有人这样来归谬哈，所以呢，我这个给德国记者打第一个赞哈，然后呢，第二个赞要打在哪里呢？说你们一方面在追求民主自由，一方面在说这个警察对你们施予暴力哈，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们用暴力呢去砸毁这个叫做 ATM 机啊，什么红绿灯啊，什么地铁啊，用暴力去吓唬这个叫警察在学校里面的小女孩啊，然后你们觉得这些事情和民主究竟有任何关系吗？也包括 BBC、CNN， 还有这个英国的很多媒体，包括这次的德国之声哈。这个德国之声呢，不是一个很轻中的一个媒体啊，但是呢，他也已经开始就说这个香港暴徒的暴力问题哈。我们讲这个媒体呢，最喜欢报道的故事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能够也在道德上引起人共鸣的东西哈。就是你如果是个纯粹的弱者，你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一直都受欺凌的话呢，那么你就很容易吸引大量的媒体来报道你，因为你失去了力量，所以媒体要替你发声哈。但是呢，如果说你一旦开始用暴力反击，甚至你开始转嫁暴力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媒体对你的这个态度呢就会有所改变哈。那么警察，我们假设它是一只狮子，那么他们就是一只小狗哈。那么你当这个狮子不停的在欺负小狗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西方媒体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报道的材料。但是你如果这个狗开始反抗了啊，就是你跟这个叫狮子已经干起来了，已经在咬那个狮子的时候呢，然后呢，如果说你这个狗呢，因为咬不过狮子，然后呢开始咬旁边的兔子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时候呢，在媒体的这个叫做食物链里面呢，兔子就是最强的哈。就是我们讲这个在现实的达尔文主义的生物链里面呢，狮子是最强的，但是在媒体的生物链里面呢，兔子是最强的。就是你越是被欺负的那一方呢，越是得到媒体的同情，越容易做新闻哈。他们这帮人呢，开始去对这个普通民众下手的时候呢，那么这些西方媒体呢就坐不住了，因为呢，你看这个还有个日本人走在香港街头被人打了哈，你如果日本的新闻不报的话呢，那么你是觉得推翻中国政府比较重要，还是说你保护自国国民的安全比较重要？相当于哈，现在你有个城堡，里面呢有一支军队啊，非常非常的恶劣哈，他们暴虐哈，什么封建帝王啊，然后呢又放狮子咬人民啊，又什么怎么样？然后呢，你说你要解放这里的人民，然后呢，你们的办法呢是把这个城包围起来，然后说把这里边的人民都饿死，那么这个警察就饿死了，然后呢，那你还解放什么人民呢？他人民都已经饿死了，你还有什么好解放呢？第三点呢，也是这个德国记者比较厉害的一点，他就说这个你们现在这个活动呢，又没有什么首脑啊，然后呢，你们之间呢又很平等啊，然后呢，你们又选不出代表来，你们谁说话，你们这个组织也不听。那我说现在你们有什么办法能够阻止这个活动吗？或者说你们有没有什么 plan？ 你们有什么计划哈？如果说你五大诉求哈，你比如说你这个你要搞双普选，那么你们的这个计划在哪里？就比如说你什么时候开始普选，然后呢，你们选举委员会怎么做？然后呢，你们这个谁有这个投票的权利？然后你们这些所有的这个前期的工作你们有在做吗？结果呢，你们这个组织呢，只是在不停的就是在搞破坏，你们自己讲的五大诉求，你们也没有在努力去做。比如说你要搞特赦，你有没有去收集一些证据啊？你就拿一些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无辜市民的那些人，你可以去申请特赦啊。你们这些有没有做呢？这些 plan 啊，这些什么有秩序的，什么要经过头脑考虑的这些事情呢，其实现在他们这帮人呢都没有在做哈。你一个真正特别民主的一个社团啊，然后呢没有这个等级，没有这个高低之分，然后呢大家都一人一票都很平等的话，那么最终呢这个社团呢很有可能是被暴力所裹挟哈。就是说我们讲，比如说有一群人出去吃饭哈，然后呢谁叫的大声，谁就能去吃那家的饭哈。比如说有的说我偏要吃烤肉，然后呢我就是要吃烤肉，然后呢这个就是叫的最大声的那个人呢，会胁迫你们这一群人都跑去吃烤肉啊。他的这个意见呢会被通过的可能性更大。从这个香港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也发现啊，就如果真的是你把什么智商啊、权力啊、什么这个叫做能力啊，这些所有东西呢，所有的这些能够把人划分阶层的东西你全部抛弃，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那叫的最大声暴力的那些人呢，就会慢慢的不停的胁迫你这个组织往暴力的方面去哈，就让你这些本来呢还合理非的那些讲和平抗争的这些人呢，也得跟着他一起上来。你如果一个这个组织真的就是这么平等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无秩序的，然后呢又不可以跟人谈判的，它没有一个人格性的代表，那么你这个组织的暴力呢就只能愈演愈烈，最后呢是没有
有办法终止的哈。你像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哈，为什么中美贸易谈判可以谈呢？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毕竟有个习近平，或者这边有个特朗普哈，他们毕竟是有个人格化代表的。如果美国是一个叫做无组织、无政府、无秩序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全国人民都很讨厌中国，然后呢，你怎么跟他谈判？你还有什么所谓的中美贸易谈判啊？你还有什么关税不关税的？你这个东西就只能一直混沌下去，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个事情给解决的。烂摊子呢，永远摊在那里哈。所以呢，在这次的这个演讲当中呢，他提出了很多让我思考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以前认为的民主啊，还有独裁啊，是不是真的就是百无一利啊？什么，比如说民主是不是就是全好啊？然后这个独裁是不是真的就全不好啊？所以呢，就说德国人呢，确实在这方面都是比较厉害哈，他相对来讲，他思辨能力确实挺强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视频大家都有必要看一下啊，非常非常有启发性。好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做到这里哈，因为现在这个视频的限流呢，经常会出现哈，尤其讲到香港问题的时候呢，所以呢，如果说出现限流问题的话呢，可能我就会把评论区给关了哈，就是我觉得呢，我就没有必要为这个就是已经被限流的这些视频再花太多的精力了哈。那么如果是你支持我这个视频的话呢，那你就转发或者是点赞都可以哈。如果你不同意的我这个视频的话，你就多点惨哈，这个我也无所谓。但是呢，这个可能回复呢我就不看了。如果说它是限流的话，那么好了，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做到这里，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拜拜。